水了，走水了！成儿，快，火烧上来了，拉娘一把！娘，我要议亲了。对方是葛大家的千金，可你有这样一个疯名声，会毁了儿子的前途。回来了，我竟然回到了这个毁掉我一生的地方。郡主，您怎么了？是伤口又疼了？郡主，再有2个时辰就到宋国公府了，国公爷和太夫人都在家里候着，说要给您接风呢。接风，不过是为了迎接窦凤兰进门。停轿。郡主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掉头去皇宫。可国公爷那边……我是蜀王遗孤，回宗首要之事是谢恩。魏家若等不及，便叫他们自己去向太后解释。走吧。阿芷，在那庄子上苦熬4年，你的伤可大好了？已经无碍，阿芷不孝，让娘娘挂念了。回来就好，时常进宫陪陪哀家，免哀家挂念。那些年三皇子做的孽，难为你替魏宣挡那一剑。阿芷总以为与夫君荣辱与共，这点伤不值什么。阿芷，魏家若有半分亏待你，莫要忍着。哀家是你最大的靠山，只管来寻我。谢娘娘疼惜。娘娘时候不早了，阿芷回去了。那是我生母遗物，太后亲手替我带上的。她知道此物重要，明日定会派重臣嬷嬷亲自送还魏府。魏熙，前世我为了你的名声隐忍，最后落得自焚下场。这一世，我要让太后的人亲眼看看，你这安国公府的后院到底藏了多少肮脏东西。郡主，咱们现在回府吗？回，告诉管事不必惊动家里。是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提前之婚，我那好婆母和夫君都在忙些什么。阿芷怎今日归来？管事没前知会我们。娘，我回家无需这些反文礼节，是不是？阿芷，一路上可还顺利？怎的消瘦了这么多？阿芷，你还不认识她？她是兰娘，我替宋宋找的女红师傅。窦凤兰见过夫人，免礼我不在家的日子，多谢你照顾宋宋。娘，您不知道兰姨有多好。前世我看到这场景，便立刻冷了脸，大闹一场，落得个极度诚信的恶名。这一世，我便顺了你们的意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贤良淑德。宋宋，回头慢慢告诉我。一路辛苦，快进府用膳。娘，南方的荔枝刚上市，我带了些回来，您尝尝。还是阿芷贴心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阿芷，兰娘这孩子命苦，丧夫后投奔了我，我看她绣活绝佳，才留在府里的，你莫要多心。娘说的哪里话？兰娘能帮衬家里，我感激还来不及。
我有些乏了，先回房歇息。好，快去休息。国公爷可是有什么心事？没，只是你4年未归，我怕你住得不习惯。我车马劳顿，想早点歇息，劳烦国公爷外书房凑合一晚。这怎么好？今日你刚回府，我理应陪你。我这伤还未好透，太医说要静养，国公爷体贴我，便去书房歇一晚吧，免得我睡不安稳。那阿芷，你好好休息。去吧，魏西，今晚你睡得越香，明天你就哭得越惨。去门口候着，明日一早，太后身边的周嬷嬷若是来了，直接领进来。是，小姐。郡主，周嬷嬷已进二门了。太后娘娘收编的周嬷嬷到。机会来了。阿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清早的，像什么话？阿芷，太后的人到了，你收敛些。我是国公夫人，既然要给国公爷纳妾，怎么不问过我？娘眼里既然没有我这个儿媳妇，就该休书于我，叫我别回来。你们都在干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，郡主？嬷嬷，阿芷无能，本想着回家与夫君团聚，谁知竟成了多余的人。阿芷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兰娘只是个女红师傅。嬷嬷见谅，那次车马劳顿，许是失手打了一个碗，不算什么的。失手？我何时说过纳妾何人？我方才只不过是想换一床被褥，下人们竟个个推脱要去请示这位兰姑娘。若不是瞧见管家的钥匙在她身上，我竟稀里糊涂把她当外人。我为国公说挡箭，出去养伤4年，伤病未愈就匆匆回府，竟得了个善妒的名声。旁人只怪太后娘娘教导无强，却无人知晓我在魏家连管家连家钥匙都够不着。嬷嬷，都是阿琛无能。太后娘娘亲手养大的郡主，在魏家竟连个管家钥匙都够不着。国公爷、太夫人，这国公府的规矩，老奴可得回宫好好向太后娘娘请教请教。太后，郡主在魏府受尽委屈，那外室窦凤兰公然佩戴管家钥匙，下人们皆听命于他，国公与老夫人视而不见。好一个安国公府！欺我阿芷无父无母，受了委屈就多住几日。赵氏的姑娘，还轮不到魏家糟践。娘娘，阿芷想，若是魏家容不下，不如就此和离。阿芷，当初你非要嫁给魏续，哀家便劝过你。如今你能看透，哀家自然护你到底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无事，嬷嬷让您担心了。魏西是言官出身，最擅长颠倒黑白。前世他就是靠那张嘴把我说成一个疯子，让所有人都觉得我该死。嬷嬷，魏国公可在宫门外候着？跪了2个时辰了，说要给郡主赔罪，说那窦氏只是个远房亲戚，并无名分。没有名分，却拿着主母的钥匙，睡着主府的男人。嬷嬷，您说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魏国公求见郡主，说是家中老夫人病重，请郡主速回。这么快就用上孝道了。嬷嬷，帮我传句话。
就说我心碎神伤，要在佛前为婆母祈福7日，这7日谁也不见。是。娘，您当着国公爷和太夫人的散面砸碗，成何体统？谁教你这么跟生母说话的？奶奶都气病了，让你去煮几样菜给她吃，你倒好，只顾躲在屋里躲清静。我不会。兰姨每次都能做好吃的，奶奶吃了很快身体就痊愈了。不仅奶奶，我生病时也是兰姨守在床侧。娘你呢？你想知道我在哪儿？我为了你爹的前途，替你爹的主子太子殿下诬陷三皇子，主动去庄子上。若没有那支箭，你爹如何让三皇子背上残害忠善的罪名？你胡说什么？没有射伤华阳郡主，你外公的旧部如何会慢慢疏远三殿下，从而投靠太子？爹爹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你不信，去庄子上看看，你奶奶生病时，你外出处理公务的爹爹，是不是和你的兰姨在私会？你休要扯虎皮做大旗！滚出去，以后不必来请安。娘，我答应给太后娘娘50寿辰送一副双面绣，没有兰姨我不会。他教你还是他帮你？教。那便不必学了。这世上会双面绣的师傅，不单单只有窦凤兰。可我绣的这幅只有兰姨会，独一无二，才能讨太后娘娘欢心。宋宋，你记住了，你是我女儿，哪怕拿一块破布给太后娘娘，她也会欢心。你不是，你巧夺天工，太后娘娘也不稀罕。宫里缺绣娘吗？娘，您不能这样贬低兰姨。她抬高自己的时候，你没发现？我说句公道话，反而是贬低她了。去告诉国公爷，我大好了，明日想请安宁公主一起去南边的庄子上散散心。是。奶奶和爹爹刚走，你就要去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去，你诡计多端。娘，奶奶说您病得不轻，要去庄子上静养吗？不仅仅我去，安宁公主也去。我是想带你认识安宁公主家的小郡王，听闻你很想跟她提枪。小王爷真的肯见我？宋宋，你想去见见安宁公主吗？她深得太后娘娘欢心。姐，您疼疼我。爹爹、奶奶和兰姨都说母亲是个发疯失宠的郡主，可现在安宁公主对母亲的宠意是怎么回事？华阳，咱们去哪里？这边有个我们家的庄子，路过一下，我有点事儿。怎么成这样？娘，国公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只是个误会。兰娘，你不是女红师傅吗？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孽种？怎么？你这个疯妇，离他远点！爹，你推娘干什么？娘，您眼里既然没有我这个儿媳妇，就该休书于我。国公爷，你为了一个外室，竟要杀妻吗？安国公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当我的面虐打嫡妻！你眼里还有陛下，还有太后娘娘吗？求你了，你就再信我一次，好吗？公主，这真的是误会，是兰娘身子弱，臣才送她来养胎。养胎？养胎养到别院里，还养出了5个月的身孕，
你当天下人都是傻子吗？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娘？爹，你骗我！你说蓝衣只是女红师傅。阿芷，快让御医！阿芷，你为了离了他，竟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。姐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大恩。若不流这碗血，魏熙那张能言善辩的嘴，如何能逼得上你？和离反而是输了。我要是你，跟他们纠缠到底，看谁折腾死谁。你太窝囊，听姐一句话，和离了，你这辈子名声就毁了。我宁愿活着。姐，你不明白，纠缠到底的结果是化为灰烬。我要的名声是清白的，我要的命是长久的。娘娘，您是没见着，那庄子里藏娇也就罢了，那窦氏连肚子都显怀了。阿芷不过问了一句，魏熙竟生生把阿芷推向山石。好一个安国公！当年阿芷为他挡剑，至今尚未痊愈。他倒好，借着养伤的幌子，在外头弄出了孽种，还敢动手伤人。娘娘，郡主那只手，怕是以后连重物都提不得了。周嬷嬷，去传旨给御史台。听说了吗？安国公魏双把救命恩人的手给打废了。那可是华阳郡主，连太后都要给3分面子的。这魏双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御史台这几日全是参奏魏双的儿子。郡主，魏国公被停职待目了。皇上发了话，若魏家拿不出个像样的说法，这国公的爵位怕是要悬。意料之中。郡主，少爷和小姐在外面哭了一夜，说要见你。告诉他们，若想求情，便去求他们的蓝衣。我这双残手经不起他们跪拜。二娘，为了个外室殴打嫡妻，魏熙，这枚标签我给你贴上了。这辈子你哪怕官升一品，也洗不掉这一身骚臭。列位，今日咱们不讲那前朝旧事，单讲这京城里出的一桩稀罕事儿。想那华阳郡主蜀王遗孤，那是何等的尊贵，为救夫君，在那庄子上咳血4年，熬干了青春。那是谁不知道郡主那一剑是替安国公受的？可谁成想，这公爷回京，竟在别院里藏了个娇滴滴的表妹，肚子都5个月大了。郡主不过问一句，公爷竟当着众人的面将原配嫡妻推得血肉模糊。听说那表妹还是个克夫的寡妇，魏家这是要把祖宗基业都败光啊！这就是负心薄幸魏公爷，可怜无辜华阳妻。还没查到是谁在散播谣言吗？御史庭的折子已经堆成山了，连皇上昨日见我都冷哼了一声。国公爷，这哪里是谣言？安宁公主亲眼所见，郡主那只废掉的手还在太后跟前晃呢。现在全京城都说你就连带着咱们府上的生意都受了影响。爷，外面还说您是用郡主的陪嫁银子在别院养的小老婆。滚！都给我滚！郡主，外面都传疯了，魏家现在是连大门都不敢开了。我一个人的嘴是说不清的，尤其是魏熙天生言官，他可以颠倒黑白，唯有这天下人的嘴，他堵不住。郡主，魏窗少爷在门外跪得晕过去了，要不要让他跪着？前世的我死在那场火里，谁又心疼过？告诉他，若真想全了孝道，就去替他爹把那外室的一碗红花端了。魏熙，这只是刚开始，我要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名声扫地，什么叫众叛亲离。传太后谕：华阳郡主归宁，凡出嫁时的108当陪嫁，无论金银器面、田场地契，悉数归还，不得遗漏1分。
这怎么行？这些年府里的开销多半都从里头出的，现在去哪儿找原物？娘，找不着原物，便拿国公府的地契铺子来抵。娘，您把银子都带走了，我们以后吃什么？兰姨说没钱我就买不了新首饰了。宋爽，兰姨没教你吗？无爱一身轻，我不在乎任何不爱我的人。你既然选了兰姨的温柔，便该陪着她受着清贫的罪。啊！你太狠了，你根本不配当母亲。我给你7日的时间准备好我的嫁妆，若找不全，后果自负。郡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王爷在天之灵，保佑郡主平安归家。孙叔，这些年辛苦你们了。从今日起，这宅子不再叫郡主别院，它叫蜀王府。娘，您真的不回去了？祖母病得起不来床，您这样是忤逆。魏家生这种废物儿子，当然会病倒。至于你，魏昌，若你觉得魏家好，便回去陪你的好兰姨。孙叔，开正门，迎本郡主回家。孙叔吩咐下去：第一，王府正门从此紧闭，除太后与安宁公主外，谢绝一切来客，尤其是安国公府的，踏进一寸，直接乱棍打出。是，老奴早就看到魏家不顺眼了，白占了咱们郡主这么多年的便宜。第二，放出话去，我赵温芷即便残了一只手，也是蜀王的女儿，我带回来的嫁妆少1分1毫，我便请宗正寺出面清算。郡主，魏羌少爷在后门哭呢，哼，送回去吧。魏须，这蜀王府的大门，就是你我之间跨不过的山沟。前世你一把火烧了我，今生我要在这儿看你慢慢腐烂。让开！我是安国公，是郡主的夫君，你们这群奴才想造反吗？国公爷好大的威风，这蜀王府姓赵，不姓魏。阿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找你找的好苦。那天在庄子上，那是兰儿胡闹，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个。阿芷，你听我说，你疯了！离了魏家，你以为你还有什么好名声？无爱一身轻，我不在乎任何不爱我的人。送客。阿翠，去给说书先生再送50两银子，就说安国公想让郡主与寡妇共侍一夫，求和不成反被打。赵小姐说了，要让魏公子好好感受感受这蜀地的风光。阿芷啊，你就算不看老身的薄面，也得看在那一双儿女的份上啊！老身老婆子一个，跪在这里求你回府，你若是不应，老身今日便撞死在这石狮子上。娘，奶奶都病成这样了，您怎么忍心看她受辱？你们魏家还要不要脸？孙叔，让他跪着，他既然爱演这出戏，本郡主便给他搭个戏台子。天杀的呀！既然太夫人谈孝道，那咱们便先谈谈规矩。母亲口口声声说魏家待我不薄，那为何我回府当夜，管家钥匙锁在窦氏腰间？那是你不在家，让他暂代。那阿芷嫁妆里的2间金交铺子，3个苏杭绸缎庄，为何如今地契都在窦氏名下？魏家这些年入不敷出，全靠我的陪嫁填补。如今你们怕的不是我走，而是怕断了这泼天的富贵吧？原来是婆母贪图儿媳嫁妆，还纵容私生子上位。阿翠，把那几张挪用嫁妆的借据念给街坊听听。借据今有蜀王之女赵氏挪用嫁妆10万两，用于填补侯府亏空。你这个毒妇！魏太夫人，慢走不送。
若真想死，石狮子在这儿，撞歪了算我的。您这贵的1分钱都不值，倒不如回府去看看怎么把那108胎嫁妆原封不动的吐出来。走。娘，您真的不管我们了吗？兰姨说，如果您不回去，爹爹就要丢了官职，我们以后在京城还怎么做人？娘，您不能只顾着自己痛快，我将来是要考功名的，有一个合理的娘，我会被同僚死。考功名？你爹睡窦凤兰的时候想过你的功名吗？爹爹那是为了延续血脉，兰姨怀的是弟弟。宋宋，你也这么想？你娘被你爹打残了一只手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兰姨说，夫妻之间小打小闹是有的，娘您太要强了。你们俩听好了，我离家的时候你们6岁，那时候我留了人照顾你们，可你们为了讨好兰姨，亲手赶走了我的人。你既然那么嫌弃我们，还回来干什么？你走啊！那是因为兰姨对我们更好。既然她更好，那你们便拿她当亲娘。我今天教你们最后一课，叫求人得人。阿翠，把他们送出去。你这是不辞，我要去告御状。去告吧。既然你们如此不孝，不如今日就签了这断绝书。娘，您不要我们了吗？是你们先不要我的，往后若要尽孝，便去陪你们的兰姨。魏虚已经为了那个人开始嫌弃我了，若是这个孩子保不住，也得死得有价值。姨娘，这可是5个月的男胎啊！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是夫人的人送来的，说若这孩子敢生下来，就要你身败名裂。妾身怕连累未老，只能……赵文志，你想要我合理，我给了；你想要钱财，我也忍了。可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？他这是要断了咱们魏家的香火呀！赵文志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杀人偿命！这是你的笔记，是你逼死了兰儿的孩子。字迹拙劣，墨迹晕开的方式更是可笑。你若信他这套苦肉计，便去陪他。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那个毒妇干的好事啊！你这毒妇竟逼迫我有孕在身的爱妾喝下红花汤，一尸两命啊！夫人，妾身从未想过与您争什么，只求您放过国公爷。妾身愿一命抵一命，换魏家安宁。带上来。各位乡亲，小老儿是城西同德堂药铺掌柜。3日前，这位躺在软榻上的娘子到我铺中买了半斤红花和2两麝香。她右手虎口有颗红痣，小老儿绝不会认错。她说家里猫狗不听话要打胎，付了定金。你账本上都记着呢，账本在此，签字画押俱全，抵赖不得。你胡说，那是我替下人抓的。你觉得那封信是我写的？那信件上用的松烟墨，只有你国公府的书房才有。窦小姐，你对自己真狠呢！下作东西，竟敢污蔑郡主！兰儿，你真的骗我？为了我。戏散了，往后别再往蜀王府门口凑，脏了地。列位，今日咱接着说那复兴公爷的事儿。那表妹自灌红花，亲手杀了腹中亲骨肉，还倒打一耙，说是原配所逼。天底下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听说那公爷还拿原配的嫁妆养着这表妹呢，真是寒了原配的心。真是丧尽天良！这公爷也是眼瞎，被这女人骗得团团转。
魏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罢了，是阿芝逼你的，是他咄咄逼人，你才出此下策。是啊是啊，都是赵温之那毒妇的错。魏郎，你真好。想和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让他看着我和兰儿恩爱，让他一辈子活在后悔里。赵温之，温之，你想毁了我，我便让你也不好过。兰儿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以后这宋国公府，你就是女主人。我都听魏郎的。赵文芷，你带着禁卫军强闯民宅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7日时间已到，王法就在这旨意里。凡礼单之上从我蜀王府带出来的，都要取回来。国公爷得罪了，按旨办事，清点开始。杀人了！郡主带人打家劫舍了，这库房里的东西进了门，哪有拿出去的道理？太夫人，您死守着它，是守着规矩，还是守着魏家那点见不得人的账本？你架开老夫人！赵文芷，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！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你一定要做绝到这种地步吗？我今日做的，不及你对我的1/1000。当年我为你挡箭，落下病根，你拿我的嫁妆养外室时，怎么没想过留一丝余地？母亲，慧香，你们是觉得兰姨好，还是觉得她带来的那些燕窝好？娘，你真的要走？你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银子，还要带走太后的宠爱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娘，您带我走吧。兰姨现在整天不出屋，奶奶天天骂人，我怕。这2枚锁是我当年生你们时求来的，今日还给魏家。娘，您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赢了，这和离书我签了，但你记住，离了魏家，你便是无根的浮萍。慧香，你永远不懂，我从来都不是魏家的附庸。启程。郡主，宫里的太后娘娘刚派人送来了新炭，还赏了一领红狐皮的斗篷，说怕您一个人冷。冷？这是我这辈子最暖的一个冬天。阿翠，传信给孙叔，趁魏爽自顾不暇，吞并江南的盐铁与丝绸产业。是郡主。再大量囤粮和伤风散药材。阿芷这个时候应该在哭吧？她离了我，又能撑多久？魏郎，咱们还有钱吗？我渴得厉害，想喝碗燕窝粥。哪儿还有钱？你以为赵文之走了还会给咱们留活路？郡主，您的琴艺越来越好了，这琴声听着就让人心里敞亮。心敞亮了，琴声自然就亮了。爹，你怎么连买馍的钱都不舍得给我？兰姨昨儿个还买了新帕子呢。魏家现在的银子全靠宫中那点微薄的俸禄，你要我如何？快看，那是蜀王府的马车，华阳郡主出来了。阿芷，进银楼。那是
娘，她怎么变得这么年轻，这么好看？他离开了我，救我成了这样。那就是安国公和他儿子，看着真落魄，比起华阳郡主的气派，真是天差地别啊！你尝尝这个，这是你母亲亲手做的百合酥。阿芷，本宫总不忘微末时你待我母子的善意。那些年太子党势大，若不是你暗地里帮忙，哪有命活到今天？娘娘言重了，是陛下与娘娘洪福。那魏家老太太还托人给本宫送礼，想让本宫出面劝你复婚。奴才这就去把那老货给撵出去。滚远些！娘娘说了，魏家这种安杂气儿别去这坤宁宫的地儿。公公饶命！公公饶命！回去告诉魏太夫人，魏须的心思我知道，他等我回头救他的命。可惜我只想看他死。主子，这是江南那边3年来的全部营收，连同在北方的粮仓密道，今日起全部交给殿下调遣。郡主，此时朝局尚未尘埃落定，您将身家性命交于我，若是出了差错，蜀王府便会背上谋逆的死罪。殿下年幼时，我瞧着你面相极好，是个能让大秦百姓吃饱饭的君主。我以此令牌立誓，只要我在一日，蜀王府便是大秦最尊贵的皇族至亲。这就够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！若不是你自灌红花构陷阿芷，咱们魏家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凭什么怪我？现在没钱了，倒来拿我撒气！你添的12套头面，难道是大风刮来的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赵文芷现在穿金戴银，连皇后都敬他3分。你们魏家有本事骂我，怎么没本事求他回头？求他，他还会愿意见我吗？希儿，你可得好好求阿芷，咱们魏家能不能翻身，就看你了。魏郎，赵文芷恨透了咱们，他不会帮的。不是怎么知道？难道坐在这里等死？那不是安国公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哎呀，听说去求华阳郡主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求求你让我见一面！干什么？我们夫人说了，不认识你。我家郡主说了，魏公爷还是回去吧。当年您推他撞假山时，怎么没想过今日蜀王府的门您不配进？阿芷，我知道错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安国公府构陷忠良，贪没嫁妆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削去爵位，抄没家产，全家流放3000里，接旨。冤枉啊！是赵文杰陷害我们！阿芷，我输了。郡主，魏家已被流放，家产尽数抄没。窦凤兰途中染病，魏相被押解时遭百姓扔菜叶，算是恶有恶报。尘埃落定，往后再无魏家。郡主，这4年来你一个人撑着蜀王府，朕与母后都看在眼里。朕想为你赐一桩婚，生子后可继承蜀王王位。是啊，阿芷，你这般样貌才干，若没有个后代承袭香火，岂不可惜？你看，这是礼部拟定的才俊。承蒙陛下、娘娘厚爱，只是阿芷早已发过毒誓，此生绝不再嫁。陛下，当年我父战死沙场，临终前曾托梦给阿芷，说蜀王府的荣耀来自战场，而非内宅。若陛下非要赐婚，那便允许阿芷去父亲墓前自裁，全了这蜀王府最后的封福吧。郡主快快请起，朕不过是疼惜你，你何至于此？陛下，阿芷这是被魏家伤透了心，咱们何必再逼他？罢了，是朕思虑不周。传旨，
封华阳郡主赵温止为和硕荣安郡主，卫同长公主。蜀王府旧产永久世袭，任何人都不得觊觎。谢陛下隆恩，谢娘娘体许。娘，下个月我定亲，女方是京郊刘家的女儿，这是请帖，您看能不能拨点银子，全了儿子的体面。魏亨，你看看今日是什么日子？9月初1啊，怎么了？还敢问怎么了？魏星，你当年说为了儿子做点好事的时候，可想过会有今天？你6岁偷我的玉佩，被我罚跪，心里生恨；10岁故意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栽赃是我推的，只为让你爹讨厌我，这些你都忘了？娘，你在说什么？这都是你幻想出来的！拖出去！以后再敢踏入蜀王府半步，打断双腿！开门！我要见蜀王！娘，求您救救我！流放的路太苦了，我不想死！起来！我赵温之的女儿，不该是跪在地上求人的模样。这锭银子够你在京城租间小卧，做点小生意。娘，您真的不管我了？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宋国公府的小姐，也不是我赵温止的女儿，只是一个普通百姓魏宋。想要活下去，就靠自己的双手。拿着这锭银子，走吧。女儿，谢娘指点。从今往后，我靠自己活下去，绝不再求人。记住今日的话，蜀王府的门永远为你留着，但只有你凭自己站稳了，才配踏入。姑娘，里边请。赶紧把你们东家叫来。我们东家不在，就过来叫的。此殿受蜀王府庇护，谁敢造次？蜀王府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就走。早就听说你家的布料花色特别，是蜀王府那边传出来的样式，特意来看看。多谢客官厚爱，我这就给您挑选。郡主，魏宋姑娘的布店现在生意可好了，多亏您让暗卫暗中打点，还送去了蜀王府的独家花色图样。她能站稳脚跟，是她自己争气，我能做的只是帮她扫去一些不必要的阻碍。是啊，郡主，您这是慧眼识珠啊。是我。渴什么渴？喂，病鬼，这镯子抵不了房钱了。我是安国公的夫人。赶紧滚，别死在老子店里晦气。会来。安国公早死在牢里臭了。看你这德行，怕不是哪个窑子里跑出来的病妇吧？这是我的。你的？你拿什么证明？还给我，那是我的。不知好歹的东西。郡主，那窦氏就这么死了，便宜他了。便宜？对他这种人来说，死在最脏最贱的地方，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荣华化为粪土，便是最大的极刑。前世我死在惠宁楼，至少还有太后为我哭一场。今生你死在这里，只有野狗正视。窦凤兰，咱们的账两清了。老不死的，叫什么叫？你儿子在大牢里生死未卜，你孙子天天只知道伸手要钱。我常家倒了8辈子霉才嫁进你们魏家。阿芷在的时候，从不让我喝凉水。奶奶，别提那个毒妇了。我今日去王府门口求她，被她身边的家丁乱棍打出，她眼里根本没咱们。那是咱们把她逼走的呀！报应，全是报应。这破地方，谁爱戴谁戴。真是晦气。阿芷，好孩子，你回来了，我错了，
那要是我不该给那个娼妇，你是望魏家的命啊！主子，城郊那边传信，魏老夫人走了，临终前一直喊您的名字。她不是喊我，她是喊她那弄丢了的富贵梦。孙叔，买2卷最薄的草席送过去，算我最后全了她的婆媳名分。是。赵文芷，你给我出来！大家都来看啊！华阳郡主逼死婆母，构陷公爹，现在又要逼死亲生儿子。你若不给银子，我今日就见这一地的血，让你这辈子背上可亲的骂名。为何？你这把刀太钝了，杀不了人，更吓不倒我。你为什么生我？你为什么这么恶毒？这话你问了无数遍。既然你觉得这条命是我给你的诅咒，那今日你就还给我。哪吒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。魏昌，你若有一份血气，就死在我门口，血溅无步。我保你魏家全族一个刚烈的名声。你这个疯婆子，你不是我娘！怎么不敢了？你若真砍自己一刀，我或许还愿意原谅你。可你连死都不敢死得痛快，你连你爹的一半虚伪都撑不起来，把他赶出去！真是个软骨头，活该！关门。是，从此魏康与蜀王府再无半点干系。你们蜀王府一群小人，我为何与你们势不两立？老实点，都老实点。阿芷，阿芷，你来救我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舍不得我的。那些心腹，那些小妾，没一个比得上你。阿芷，你原谅我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魏熙，你怀念的不是我，是你那风光无限的安国公之位。魏家已夺爵，你被抄家灭产，你这辈子费尽心想留下的根，全都跟你没关系了。不，我是国公，我儿子是世子。你这个毒妇，你毁了我们魏家。你死后，我会向陛下请旨，准你与窦凤兰合葬。既然你们在生时真爱一场，死后在那乱坟岗便也分开了。不，我不跟那个毒妇葬在一起，我要跟郡主合葬啊！我是郡主。啊！郡主，魏相死了。知道了，我们走。这地方的味儿真是让人想吐。传圣上旨意，为其贪慕军饷，结党营私，罪不容诛。念其以伏法死于狱中，免其灭族之灾。夺去魏氏一族爵位，收回国公府邸，全族贬为平民，永不叙用。哇！你干什么？我是世子，我还要一亲。刘家小姐还在等我拿聘礼过去。世子，这京城再也没什么魏世子了。你爹欠下的债，抄了这国公府都不够还。来人！将这干人等全部赶出京城，若敢逗留，乱棍打死！主子，魏羌被赶出京城了，听说只分到了3亩薄田，回乡务农去了。从云端跌进烂泥，这滋味何该让他尝尝？快点，快点！前世他推我入火海时，可曾想过他那锦绣前程，全是我赵温婕的血肉供养出来的。娘，前世的债，今生的怨，到此为止了。从此，世间再无魏家主母赵温之，只有蜀王府荣安郡主我自己。赵夫人，您来了。那位置是给荣安郡主留的吧？一个和林女子竟能做到皇后身侧，真是前所未有。谁让人家会投机呢？当年娘娘还是婕妤时，郡主就变卖嫁妆供八皇子读书，这情分。荣安郡主到。阿芷，你可来了。全公公，把圣上刚捏赏的小南珠拿来，给郡主压裙角。谢娘娘垂怜，谢陛下隆恩。温芷啊，多吃一点。谢娘娘。臣妇告退。阿芷，魏家那小子现在乡下种地，本宫本想让人去结果了他，为你出口恶气，可你说留着他的命，本宫便只让他穷着。杀了他是解脱，我要让他看着我活得比任何人都好。好，说得好，本宫已求了皇上，给你颁了一道不婚旨，往后这天下
你想嫁便嫁，不想嫁，谁也逼不得你。娘娘，咱们这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女人，不讲那些虚礼。你救过本宫母子的命，本宫便保你一世荣华，半生自由。阿芷，母后，阿芷就快来了，您再等等，她就快来了。快请荣安郡主入宫，太后娘娘要见郡主。阿芷，我的阿芷。娘娘，阿芷来了，阿芷在这儿。阿芷，我的好孩子，终于来了。哀家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嫁魏西，是哀家没看清楚人，委屈你了。娘娘不委屈，阿芷不委屈。皇帝，哀家走后，赵温只为大秦和硕荣安长主位同亲王，动他便是与大秦为敌，你记住了吗？孙儿谨记，必保长主一生无虞，蜀王府永闻尊荣。母后，儿媳也会护着阿芷，绝不让人欺辱她分毫。阿芷，好好活。太后娘娘轰了！靠山倒了，但我已经长成了自己的山。娘娘，您且宽心，这大秦江山我会替您看着，这蜀王府我会守得固若金汤。给主请安。皇上听闻近日天凉，特意送来了南海进贡的明珠和新出的云雾茶。皇上还说，主若是在府里住腻了，随时可入宫。御花园的菊花开得正盛。费心了，回去替我谢过皇上。宫里规矩多，我这把老骨头散满惯了，还是这蜀王府自在。我曾怀胎10月，诞下他们，他们曾想夺取我的营养，甚至害死了我。如今他们长成了路边的枯木，而我活成了这一山的繁花。主子，您在说我在说，今晚的月色应该会很美。我享受孤单，也享受生命。我这辈子不再是谁的妻，谁的母，我只是赵温芷，我只是我自己。